大家晚安，我們又來到了香港機場嘍。那今天要給大家開箱的是 Qantas 香港的貴賓室。那這間貴賓室的話，我覺得先用這個圖示來跟大家說明會比較清楚。出境的地方在這邊，上次我們分享過的環宇堂的 Wing。好，就在我上次說出境之後往左手邊走，那它在上層的這個位置，一出境就往左邊走，不用下電梯下去。那我們現在 Qantas 呢，大家看到就在右邊了。所以其實就是你出來之後呢，就是一直往右邊死命的走，它並不是非常好找。所以我觉得這張圖的話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它是往右邊不停的往右邊走。那如果你是轉機客的話呢，大家轉機的通道有好幾個，我會建議你從這邊上來。這邊的話是東邊，所以是 East 的 E， 然後這邊位置的話是 E1， 它有 E1 跟 E2，E2 上來的位置就是環宇堂的位置，那 E1 上來會離 Qantas 比较近。好，那是位置的介紹。那我們現在開始就往前走嘍。那我們現在就是沿着，就是如果出境之後的地方就會像這樣。那我們就是一直靠着這個海關的部分，一直往右邊走，一直靠邊走，一直靠邊走，就會看到了。這一間的話，地理位置稍微不好找，而且這一間會有一個問題是，你如果先下了電梯，到了登機閘口那一層之後，你是上不來的，它沒有一個通道可以上來，所以你一定要從這是唯一的入口，就在這邊。另外那邊的話有一個電梯，不過那邊上去的話是 Qantas 的後門，後門的話只能出不能進。它那邊的話可以進到玲瓏堂裡面去，但 Qantas 的部分就只能出不能進。所以大家如果要進來的話，就一定要走刚刚這個通道，我走進來的這個位置。好嘍，那我們現在就要到嘍，我們先來入場進去。好，這就是 Qantas 的香港 Lounge 了。那我們先看看香港 Lounge 的外觀嘍。一進來的話就是這個 Signature 這個酒吧的部分。我們先把環境先環顧一周，那這一間的佔地也是非常的大，應該是除了國泰自己主場的貴賓室之外，這一間是香港機場最大的貴賓室了。對，像它這樣休息的區域其實就會有蠻多的。對，然後你看它椅子真的是哇非常多，你看，我們現在這樣走到一半的位置而已，然後這邊也是有 shower 的部分的。那走到這了，我們就先看一下 shower 的部分好了。那大家看到就是这個，其實跟上次我們新加坡看到的其實很像。那備品我們也看一下，備品是這個，這也是澳洲牌子，對，它就寫 Australian， 然後 Botanical。那在一個外站的貴賓室，你看它這樣子有12間淋浴間的話，其實真的是蠻多的，其實真的是蠻多的。所以它洗澡的空間也是非常大，就真的是除了國泰的主場貴賓室之外，這是佔地最大，然後淋浴間也就是貴賓室。這是 Qantas 的廁所的樣子，那大家看一下，也是非常的簡潔利落，而且跟新加坡那間的設計其實也很像，代表 Qantas 也是有一個很一致的一個裝潢的風格。對，那只是新加坡那一間的話，那備品也是一樣的，然後新加坡那間的話當然是又更氣派一點，不過這邊也是屬於就很乾淨利落，也完全沒有問題，是個非常舒適的地方。对。所以這是廁所的部分。再往前走的話，這邊還有非常大的區域，非常非常大。然後現在我們才到餐食的部分。那餐食的部分的話，我們來給大家介紹一下它餐食的部分。那今天餐食部分呢，有這是濃湯，這是炒麵，然後這個是節瓜類的烤蔬菜，然後再來這邊的話有，這是意大利麵，這是薯泥，最後這個是牛肉，然後再來這邊值得一提的話，就是它的這個冷食的話，沙拉就沒有問題了。這邊有招牌這個它的起司蛋糕，焦糖口味的，還有巧克力布朗尼，都是他們招牌的東西。然後再來的話，澳洲航空的酒也是非常的棒的。酒的話，也是給大家介紹一下。酒的部分的選擇真的是非常多，光是這個白酒、紅酒，在冰箱裡面的，你看這看上去7、8種，8種跑不掉，就你能想到的種類都有了，什麼 Pinot Gris 啊、Sauvignon Blanc 啦、Chardonnay 啦、Pink Moscato 啦，什麼你能想到的口味什麼都有。然後還有紅酒的選擇也是非常多，在這邊。对，如果你是酒類控的話，這邊你真的會喝到就是發瘋，你什麼酒就是 Pinot， 你能想到的葡萄品種 Shiraz 啦、
Cabernet Sauvignon 呢，你能想到的酒的品種，基本上你在這邊通通都找得到。对，我就不一一拿起來給大家照，因為它這邊真的太多了。气泡酒也是有的，就種類真的太多，而且它這邊一直會換，它的酒是很豐富的。那來這間貴賓室的話呢，絕對不能錯過這個 Qantas 的招牌叉燒飯。大家看到叉燒飯，這看起來非常厲害哦。這個我每次來都一定會點，這個東西非常的好吃，然後也會給這些蘸醬。那我就一樣倒了一杯我喜歡喝的白酒。那我們現在就來給大家品嘗一下 Qantas 的招牌料理嘍。那我們就來跟大家說一下，它這個招牌料理是什麼時候提供的哈？是這樣子的，這一間 Qantas 貴賓室呢，營運的方式比較特別一點。這間 Qantas 貴賓室的話是開一整天的。那我稍微把它說的詳細一點。新加坡那一間 Qantas 的話，它就只有開晚上那个時段。上次我們給大家分享過嘛，因為 Qantas 在新加坡家大業大，它一天有8個航班起飛，但都是晚上時段。那在香港，它也是晚上時段起飛，就是飛往雪梨啊，還有墨爾本，都這個時間起飛。不過這一間它很特別，它這一間的話，它在白天時段的話，它是有服務，就是華語家的很多航司，它跟很多航空也有簽一些合約，比如說我們台灣的星宇航空。星宇航空也是用這個貴賓室。等疫情剛開放之後，它慢慢的 reopen。一開始 open 的時候，只有開晚上這個時段，後來就慢慢逐步提早，從開晚上，然後開到提早到下午2點，然後12點、10點，一路一直往前。那現在開放是一整天時間了，對，一整天時間了。那可是它自家航班就只有傍晚這個時段，所以它為了自家航班還是有做一個區隔的。所以它這個我們現在要這個叉燒飯，還有宮保雞丁，還有雲吞湯麵，這就是單點的這個 menu 部分呢，是每天下午4點鐘開始提供，那提供到就是 Qantas 的 flight boarding。那這個時間的話，就是我剛剛到的時候，他就說：“哦，你趕快來，你趕快來。”他就說：“我們可能還剩最後1、2份，你要不要點？”我說：“好。”因為我進來的時候剛好就是 Qantas 他們要 boarding 了。我看現在時間哈，我現在剛好就是晚上7點鐘，所以應該就是到這個時間，每天下午4點鐘，然後可能到6點半左右，6點以前是你可以吃到這東西的時候。那除了這個之外，在4到6點半，就是有 Qantas Flight 這個時間裡面，還會有港式飲茶的推車推出來哦。這個的話，我今天沒有遇到，不過我之前我有照片可以跟大家分享，所以我們用照片在這邊呈現。那港點的東西，你說很厲害，倒也沒有啦。但我覺得就是一個趣味，也就是一個趣味，就是說它提供來這邊用餐的客人一個蠻有趣的一個體驗，就是港式飲茶推車推出來，然後有餐食。但是不得不講，就在商務等級的貴賓室有這樣子的一個1人1份的阿拉卡特這樣子的一個餐食，而且叉燒飯很好吃哦。對，我現在就看到這個已經忍不住要現在吃一口了。它這個叉燒非常好吃，是非常非常有名的。對，這個叉燒非常的有名。這個叉燒的話做的是非常的嫩的，非常的嫩，然後香味也很夠。好像也是香港某個有名的飯店，不過我忘記了。反正這一間 Qantas 的 signature 的叉燒飯是非常有名的，就像新加坡的 Qantas 那個 signature 的 Laksa 是一樣的，就有個當地的 signature 的東西。那這邊就是這個東西，那這個東西非常的好吃，非常好吃。所以如果你要最佳體驗的話，就這個時段，就是4點鐘，然後到那個6、7點的時候，會有叉燒飯、宮保雞丁、雲吞湯麵，可能還會換菜單，有別的東西，還有港式飲茶推車。不過這個時間的話，餐盤上大家看到就是這些東西，就都是一些西式食物了。那我剛剛講了，這一間其實服務很多航司，其中也服務誰？日航。日航是用這一間的，也就是日航，如果你是那個 coupon，它是給這間的 coupon，它有為了日航客人調整菜單，所以如果你在日航班機要起飛前的2個小時，你進來這邊的話，餐台上提供的是日式食物，是日式食物，你就會吃到什麼日式咖喱呀、那種，就會就是日本東西了。所以這一間的話，它會看他服務的對象，然後提供的餐食。那星宇的航班可能比較分散，所以我就不知道他有特別提供什麼。不過因為他剛剛看我走進來，然後因為大家都 boarding 了嘛。那所以看我走進來，他就說：“哦，你今天是搭星宇嘛？”哦，我就說：“哦，我沒有，我今天搭國泰。”星宇也是用這一間，所以像我們的星宇航空，然後像日航、像 Qantas， 當然那像這邊的發航、和航一定也是用這一間，發航、和航都是用他們這一間的。不過這邊也有 SkyTeam Lounge 啊，所以可能要看一下，也有可能是用 SkyTeam Lounge，這我可以確認一下。那總而言之呢，這一間的話就是最佳體驗這個時段，那其他時段來就會比較無聊一點。不過這一間就是酒的話，整天都是這麼厲害，這間酒真的是沒話說，因為澳洲就是酒很豐富嘛，那酒也很便宜，所以它可能成本也是比較低的，所以它的酒真的很好喝。像這一杯 Sauvignon Blanc 非常好喝。然後有一次我來的時候吧，他所有酒都各喝一杯，
喝不完，因為它這個紅白酒大概有8、9種跑不掉。那個吧台上也可以點 signature 的一些那個調酒，種類也很多，所以 drink 的話是一定沒有問題的。上次我在新加坡那期有跟大家分享過，就是 Qantas 也是一個我認為做貴賓室的翹楚嘛。在香港機場的 One World 貴賓室，除了國泰之外，就只有這一間了。國泰在這邊是主場，那所以他敢在這邊開貴賓室，那你就知道他的企圖了，就代表是說我做的不會比你差，否則同聯盟的通常不會這樣做。比如說像新加坡機場的話，星空聯盟就只有新航一間貴賓室，沒有別間了，沒有別間。那你像曼谷機場的星盟，那就有很多間了，就很多人可能覺得，我可以做的跟太行一樣好，對，就是不一樣。對，那這邊的話，它開在這邊其實也確實是，我覺得是蠻不錯。所以大家如果有 One World 的藍寶石以上的會籍的話，這邊也是可以考慮的。如果你太常來，然後你國泰那些東西你吃膩了，來這邊可以換個口味，也是挺好的。那這邊的話，我覺得也是，但主要是它空間真的非常的大，真的非常的大。你看嘛，它两邊对稱的嘛，所以基本上它的这個空間是跟 The Wing 是一樣。那而且 The Wing 是一半，它這邊更大間，所以它的空間感真的是非常非常大。然後看飛機什麼的，跟 The Wing 是一模一樣的，只是它沒有2層樓。但是以外站貴賓室的等級來說，它也是非常非常非常大間的。對，那 Qantas 在亞洲的話，這貴賓室這也是很優質的選擇。那我們剛剛環境其實還沒有看完，因為剛剛走到這邊，我就被服務員先叫住，因為他看我在拍攝嘛，可是他知道說這個叉燒飯快沒了，那因為很多人都 boarding，他說我幫你問一下還有沒有一份這樣子。我有點看起來好像就是寫的我很想吃叉燒飯嘛，然後他就說，你要不要吃一份呢？我說好。对，所以我們等一下還沒有繞完哦，等一下帶大家繞後半段，跟大家講說什麼叫那個門是只能出不能進，還沒給大家介紹完畢。不過現在餐食來了，我就先把叉燒飯吃完了，我們待會來繼續。那餐台區的話，我們再往後面走，後面還有一區休息的地方，就會像這樣。其實整個空間非常的大啦，所以如果你真的找到一個地方好好做休息，是完全不成問題的。那我剛剛講的那個後門就在這裡了，我剛剛講的後門就在這裡，在這邊 Gate 5到9 Exit Only， 在這邊，這是 Exit Only。就這邊的話是有一個出口，如果你的 Gate 剛好在5到9的話，這個門出去就會直接到 Gate 口。不過這個門只能出不能進，這個口出去的對面就是國泰的玲瓏堂。所以如果你剛剛在Qantas吃不夠，你要再去吃擔擔麵的話，這個出去還可以再吃，那就隔壁間而已。不過入口就是我剛剛說的那一個入口而已，它沒有別的入口可以進來的，所以如果你要找入口的話，就只能走剛剛那個入口而已。對，然後這邊你看這個酒還到處都有一堆酒讓你倒啦，就是不怕你喝啦，所以它整個空間你看，真的是非常大。後面這邊還有。所以這一間真的像香港機場，這佔地是非常大的。酒單我們來看一下這邊的招牌的東西，這邊也是有各種調酒都是可以點的，選擇性是很多的。好啦，那我們呢吃完叉燒飯了，對，吃飽喝足了，來這邊得給大家做個總結。總結就是呢，就 Qantas 的貴賓室真的都是還是蠻優質的選擇。那大家如果常來香港搭花園街的航班，那如果國泰去膩了，你可以來這邊看一看。如果你剛好是我剛剛講的那個時段的話，就會非常推薦大家來。如果你就是我剛剛講4點過後到6點之前，那一定要來這邊試試看。對，我覺得不會讓你失望的，可以來這邊換個口味。那總之這間也是香港機場非常優質的選擇。我覺得當然不能跟頭等比啦。那你如果跟國泰商務比起來的話，這邊的話白天時段的人潮一定比國泰商務那邊少很多。所以你如果不喜歡人太多，想要個清幽的環境，然後你又很喜歡喝酒，那我覺得這邊就是你一個非常好的選擇了。那這就是 Qantas 在香港貴賓室的開箱，幫大家介紹。那希望下一次還有機會再繼續開箱 Qantas 的貴賓室嘍。好，下一集再見。